结婚第7年，我和梁许提出了离婚，原因很简单，卧室的床上发现了不属于我的头发。我举着那撮骚毛和梁许对峙，他依旧百般抵赖。就这，我调出来早就安装好的隐藏监控器拍下的画面翻看，好家伙，原来我那做精老婆婆在家也没闲着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在家庭保洁的时候，阿姨皱着眉和我说：“吴小姐，你家地板和床品上碎头发太多了，打扫起来费事。这次您得1小时给我们多加10元钱的。”我有些怔愣，毫无意识地反驳他：“不可能的，我床品上最用心了，平时讨厌邋里邋遢，所以床单、枕头上遗留的毛发、杂屑我都随时整理。我的床上怎么会有头发呢？”保洁阿姨示意我自己看，进到我和梁许的卧室，真的就看到了浅棕色的长发散落在枕头以及地毯上角落。给保洁阿姨结了账，我在沙发上盯着那些头发很久。后来我还是打开了家里面我之前偷偷放置的监控器，我在手机上的显示屏上翻看了好一会儿，找到了我最不想看到的画面。师傅，今天怎么把我约到你家了？好刺激的声音，甜腻，带着些许的妖娆。然而我的心在看到这人的脸后彻底的凉了下来。这个女人是梁许的同事，叫许月，是在她之后进单位的，平时就叫梁许师傅。梁许轻浮道：“放心，你嫂子今天回娘家，就是在家她也不敢管我。”许月甜甜的笑了，我就知道我师傅最厉害了。这种骚话对于结婚7年我也从来说不出口，但是刚进入社会的青涩女孩说出来，足够让人骨酥了。果然，画面逐渐变得不可描述起来，那破碎的梦浪之声犹如锥子，就这么狠狠地凿进了我的脑袋。关于梁许的一切，我都太熟悉了。刚刚结婚的时候热情似火，可是渐渐的时间磨平了我们所有的激情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们不再有沟通，不再拥抱，不再在一起过夫妻生活。看着监控器中交缠的赤裸身影，想着那句经典名言：孩子不饿，确实是外面零食吃多了。直到太阳西沉，我一直坐在沙发上，沉默无声，任由手机上的屏幕逐帧的变换。我无法压抑住自己翻涌的情绪，脑袋里面总是出之前的事。那是3年前，我小产，接着住院，期间给梁许打电话就一直无法接通。后来他解释自己在外地出差，给新来的同事培训，忙得脱不开身。那时突然的流产，孩子的离开，处理不好的乳腺炎，让独自住院的我痛得几乎流干了眼泪。或许冷漠的根从那时开始就种下了，现在他开始和别人翻云覆雨了。原来年少的情爱真的是有保质期的，现在赏味期过了，只剩下了酸楚。我将监控的画面默默保存，掏出了皮包里面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。这份协议在我包里面已经悄悄地放了好久了，是我自己没有狠心拿出来过。说白了，是现在的我舍不得年少的那份真。算来从上大学开始，我已经喜欢了他那么久了，久到已经占据我整个年少时光。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即断肠。后来又后来，我真的如愿和他在一起了。我深知他的妈妈不喜欢我，可是那又怎样呢？未来是我和梁许过日子，又不是和老婆婆绑定。当时的我多天真啊，以为我扛住了来自家庭的压力，和梁许结婚就能幸福白头。但是有些道理是结婚后才知道的，比如
嫁给一个人，是嫁给他社会关系的总和。婆婆见缝插针地插手我们的生活，小到买什么颜色的衣服，大到什么时候要孩子，甚至哪一日行房过夫妻生活，她也要来发信息指导。我和婆婆的矛盾日复一日的变大，但是任由我在家里如何哭闹，梁许总是没好气地对我：那咋整？她是我妈，你要是和我过不下去，可以离婚啊。他拿捏住了我的3寸，我就此偃旗息鼓。经我思来，打败我的从不是他，而是我付出的那些真爱。现在我不再爱他了，或许为了家里的几根来历不明的头发就轻易离婚，听起来有些可笑，但是那确实是压倒我的最后一根草了。梁许在深夜回家了，换上家居服，在沙发前坐定。我将离婚协议书递了过去，他有些不耐烦：啥玩意呀？你能每天别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行吗？我打断他：你好好看看，是离婚协议书，里面有些东西需要你确认。梁许愣住了，随后漫不经心地翻看了几下，嘲笑我说道：无疑，你胡闹什么？又哪根筋搭错了？上演这一出。我淡淡地看着他，眼神中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炽热，接着冷冷地说：我看见家里面别的女人的头发了。梁许蹙着眉：你有病吧？就这点破事啊？我点头：是啊，就是因为这点破事儿。他还是端着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，接着说：别人不小心沾我身上的头发，也能算离婚的理由？你真是可笑。他仿佛看笑话的样子盯着我看，想象着我和从前一样对他摇尾乞怜，卖笑求和。但是此时的我还是无动于衷。终于过了一会，他直接翻到离婚协议书的最后一页，签上名字扔在我脸上，冷笑着说：现在你开心了，我今天就明白地告诉你，等你后悔那天，可别用1哭2闹3上吊那些下三滥的招数，那样只会让人更加烦你，像恶心臭虫那样恶心你。我的脑袋很痛，有种被人抓着揍了一顿的感觉。原来语言的暴力也可以伤人如此之深。我原来最亲密的爱人，也最知道在哪里扎上一刀，我会痛彻心扉。我忍着头痛，开始收拾衣服，告诉他：明天上午你抽空就去民政局一趟，咱们把证领了，就算是彻底结束了。这次梁许没再继续讥讽我，他收起他嘲笑的表情，站起来看着我收拾。无疑，你给我来真的，你可想清楚，这次你再怎么求我，我都不会回头了。我白了他一眼：停吧，别说了，明天准时9点见面就完事儿，多余的话咱们就没必要啰嗦了。行，无疑有你的后悔的一天。我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，放在了一个小小的行李箱里面。很可笑，相识10余载，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竟然只有这样一点。看来我在这段婚姻中真的迷失得够久的了。从那个房子出来，我住到了会展中心附近的酒店。夜幕降临，摩登城市依旧车水马龙。我躺在那高高软软的床上，细细想来，或许离开梁许，离开了那个家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。我没有难过的想跳楼自杀，没有抑郁难书，相反的，我竟奇妙的有种大梦初醒的怅然。或许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早早的不再爱他了。第二天，我在民政局门口没有等来梁许，等来的却是我最憎恶的老婆婆的电话。她干瘪的嗓子哄着我：姨呀，你在哪呢？我听小许说了，你最近不开心，因为一点小事要离婚。那可不行啊，那小许在单位，面子往哪放啊？又来了，还是老样子。梁许是他妈的精准传话者，是一字不差的复读机，我的死活他们永远不会管。
关心的还只是面子往哪放这种小事情。母慈子孝的戏码，他们演得永不知疲惫。妈，那你和小许说说呢？今天咱们去单位找他，你帮我们从中间说说和，我配合着他们演戏。梁许那个缩头乌龟，事情不闹大，他永远都得躲在那个龟壳里。因为我的顺从，老婆婆声音里都带着雀跃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啥事都得听妈的呀。之前的我始终坚守着家丑不可外扬的信念，所有的委屈都咬碎了牙往肚里面咽。外人都觉得我们家婆媳和睦，母慈子孝，好不和谐。今天我一定撕下这块丑陋的遮羞布。我和老婆婆约定在梁许的单位门口，市政服务大楼。他平时就坐在这里面办公，挺好的，人来人往，适合喧嚣。梁许呀，既然你不去民政局找我，我就来你单位抓你喽。上楼我就看到了梁许，边上坐着的果真就是他的小徒弟，哦不，是他的床伴。许月，你怎么来了？果然，梁许看见我没好气，他妈一看我们又要吵起来，忙打圆场，一说知道自己错了，和你道个歉，这事就算翻篇了。熬，小许，我直愣愣地盯着他，妈，饭可以乱吃，但是话可不能瞎说呀。我从来没说我要道歉，出轨的人是你宝贝儿子，你可以自己问问他呀。我这话一出，周围乌泱泱办业务的工作人员和群众马上都很有默契地静下来了。果然，人类的本质是吃瓜。大厅主任过来打圆场了，现在还没下班呢，你们有什么事回家再说。但是我那婆婆最看重面子，凭我对她的多年了解，这个节骨眼怎么会让我信口开河的乱给她宝贝儿子扣帽子呢？果然，她脸色骤变，丢了她原来的虚伪假笑，跳脚大骂：无疑，你在鬼扯什么呀？你凭什么给我儿子泼脏水？你马上给我认错！他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大声，周围的围观办事群众也逐渐增多。我上前一步，看着他那三角眼，无辜地说：婆婆，我没有鬼扯，真的是他俩上床了，我有证据的。我伸出手指，指着惊恐的许月和脸上挂着怒气的梁许。我见婆婆听到我说有证据，气势上就有些松懈，但是现在我必须给她加把火，让她的怒火烧得旺旺的，用只能她听到的声音做着口型：死老太婆。婆婆气得直翻白眼，梁许赶紧扶住她。老太婆站定，压着嗓子冲我尖叫：你少给我来这套！什么证据？你现在倒是说呀！说不出来的话，你就是诽谤我家小许，马上下跪认错。我见戏已经演到此刻，必须上点眼泪攻势了。但是女人的眼泪是珍珠，在不爱了的时候，真是想挤都挤不出来。算了，在脸上胡乱地抹一把吧。周围围观的群众站得远，任谁都看不清楚是真哭假哭。我低声啜泣，颤抖的手拿出手机，调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视频。梁许他们自然不知道，我手头上有他们欢好的视频。当我按下播放键，画面里面传出了啊呀，梁哥好大，月月好紧之类的浪叫。围观的办事群众轰然炸开锅，梁许的脸上彻底挂不住了。老太婆一把抢过了我的手机，发狠似的摔在地上，咬着牙说：就是你的不是，你要是伺候我家小许舒服了，他能去外面找吗？所有人都被婆婆的歪到天上的逻辑给雷懵了，同时对着梁许和许月他们出轨行为指指点点。我装作小白花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任由好心人将我扶到边上的会议室。去到会议室，我给自己拿了瓶果汁，润了润因为演戏干哑的嗓子。外面还是很热闹，
听声音好像老太婆在众人的声讨声中气晕过去，120给拉走了。我在这偌大的会议室里悠哉悠哉地玩起了手机。过了一会，梁许果然怒气冲冲地推门进来了。他进来二话没说，举起我的手机往地上使劲砸去。无疑，闹到现在你满意了？我告诉你，婚我不可能离，我就是要拖死你。我翘着二郎腿，满不在乎地说：好啊，当然可以了，你可以拖着我，反正也拖了我这么多年了。但是离婚协议书咱们已经签完了，我明天就去法院提告，到时候分居2年，咱俩也就自动离了。我见他脸色气得铁青，接着拱火：哦，对了，你和你姘头恩爱缠绵的影像我早就上传到远端了，你想要随时给你拷贝一份，方便你欣赏自己的英姿。至于手机嘛，是你还着月供给我买的，随便你摔。梁许气疯了，满嘴的污言秽语，开始疯狂砸东西，弄出的巨大声响惊动了行政大厅的派出所公安。之后他就因为故意损毁财物罪被公安带走了。如此的一场人间闹剧以我的阶段性胜利落幕了。我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妈家里面，无论何时，这里都是我最温暖的港湾。这天，我边吃草莓边看综艺，哈哈大笑之时，闺蜜给我打了个电话：小乙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在楼下看见你那恶婆婆和窝囊老公了。哎，不是哦，订正一下，是前夫。再说，看见他们就看见呗。怎么啦？你听说了吗？梁许从他们局里管事的岗位被撸下来了，说是5年内不得晋升，取消一切评奖评优的机会了。还有那个，他那姘头也是受不了别人指指点点，辞职远走他乡了。公务员哎，铁饭碗哎，说没就没了，真叫人唏嘘。闺蜜好戏没看够，声音还有点意犹未尽的，是吗？反正他们如何都和我没关系了，我无所谓地说。但是小乙，最近你小心点，我在楼下听到这2天他们要去你娘家讨说法，你可千万小心啊。她有些紧张地说，放下了闺蜜的电话。我在心中暗暗盘算，还来找我，这是脸打得不够疼吗？果然，黄昏时分，我家的门铃响了，开门是大黑脸的公婆和窝囊废梁许，像瘟神似的在门口站着。我爸妈知道我最近发生的事儿，所以并没有招呼他们，但是人家哪里要脸，没换鞋就全都进到屋里，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了。亲家公，亲家母，你家女儿你们太欠管教了。黑脸婆婆义正言辞地说，一脸凶相的钱公公也旁边帮腔，他把我儿子的前程都给做没了。今天我们来就是讨要个说法的。我眉头深皱，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老太婆和老头子满嘴喷粪，但是梁许就像没听见一样，在沙发上的看着他爹妈疯狂输出，一如既往，和之前的每一次一样。梁许不会有一次和我站在一起，同样的，也不会替我说一句话。梁许他妈是一个从来都没有念过书的农村妇女，培育出来一个国家公务员儿子，自豪的脖子都能抻到天上。他控制欲望极强，我还记得当时我和梁许结婚的时候，他哭得梨花带雨，嘴里一直喃喃道，养了这么多年的大儿子，今天就是别人的了。后面过日子，他一天打来5-6遍视频通话，和儿子聊天。他强势地入侵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表面上总是和我笑嘻嘻的，但是背地里和公公、儿子搓磨我，尤其是关于孩子的事情，我们发生过无数次的争执。没怀孕的时候，他妈深夜给我发信息，儿媳妇啊，妈妈告诉你，你和梁许做完爱，
你得倒立，这样精液才不会流出去浪费。还有啊，儿媳妇，你们这次做完爱还是没有怀孕的话，你去医院查查，看看自己哪有问题。怎么结婚这么久还是没有动静呢？这不仅是你吴乙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你整个吴氏家族的问题了。当时我真的震惊了，这是一个婆婆该说出口的话吗？我拿给梁许看他妈的种种奇葩言论，梁许表现得不耐烦。我妈这么大岁数了，想抱孙子有错吗？你一天别老挑事儿了。我也逐渐清醒，在他们老梁家人眼中，对象是谁不重要，吴乙、吴猫还是吴狗都不重要，因为他们想要的只是快点抱上男孙，而我只是他们的韵达快递。但当时我对梁许的爱冲昏了头脑，打了无数的针，忍着无数次的疼，终于试管婴儿成功了。老太婆这边又开始上戏了，哎，无以不让人省心啊！明天让梁许领你去外地找妈认识的老中医，让他把把脉，看看孩子在肚子里面站住了没有。当时梁许对老太婆这样安排颇有微词，他也不想放着当地正规医院不去找100公里外不知名的挂牌中医，但是碍于他妈的强势，他没办法，只好开车2个小时去找那个老中医摸脉。其实说是老中医，不如说是老神棍来的妥当，因为他俩是通过线上的一个农村迷信群认识的。他灰白的3角眼，朦朦胧胧的，无精打采，神棍只是略微搭手，就摇了摇头，没有，你这肚子里的孩子站不住。婆婆对于他的话深信不疑，马上跳脚，破口大骂，你这赔钱的货，白瞎我家的6万块钱做试管的钱，我不管你是去卖还是去借，把这花的6万块钱的窟窿给我堵上。什么难听的话都出来了。至于同行的梁许呢，我那伟大的妈宝男老公如同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沉默地回到车里摆弄手机。我委屈地崩溃大哭。那时的我认为给是老梁家生孩子，才遭了那么多的罪。取卵针又粗又长地扎进去，胚胎放到身体里，每天打的针让我也痛不欲生。结果换来所谓家人的如此冷漠对待。因为我的持续的情绪抑郁，孩子真的就掉了。再后来我流产小月子，婆婆每天背地里给我拉下黑脸，给我脸色看。我受情绪控制，乳腺气道发炎住院。但是梁许还是觉得他妈养他不容易，对他妈一句重话都说不出口。他怎会知道，每次他无声的沉默，都是对我最严厉的审判。现在我自然不会像以前一样忍气吞声。我猛地站起来，用手指着老太婆的脸，愤怒地说：阿姨，我现在想问你有没有家教啊？宝贝儿子让你管成这样，你自己不反思，反而跑来我们家来无能狂吠。这时梁许也站起来了，大声地说：吴乙，你怎么能和妈这么说话？我冷笑一声，哼，妈，他也配？你们少给我来这套！我一下子大爆发，多年来的委屈一下子全都倒出来。现在我们离婚了，你凭什么来我家大小声啊？你就是个窝囊废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爹你妈参与我们之间太多，就只能更证明你的窝囊。你爹你妈平时搓磨我的时候，你他妈的一个屁都没有。你现在算是干嘛的？你算什么男人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愤怒让我的眼泪喷薄而出，我几乎有些疯狂。所有人都被我的阵势吓住了，他们没想到，平时大气不敢喘的小绵羊，今天怎么还要咬人了呢？妈妈先走过来，把我抱住。她没想到，平时只报喜不报忧的我，竟然默默地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我在妈妈的怀里失声痛哭，
爸爸本以为我这次也是小打小闹，过几天就回家老老实实的过自己的小日子了。但是经过我这一番哭诉，他的脸也被气得铁青。老太婆依旧强势接话：“哼，你们一家人也别在我面前演戏。小许都告诉我了，你们的离婚协议都签完了，钱财都一人一半，别的都行。你那套学区房，我们家必须也要分一半。只要你无以答应了，马上就可以领离婚证。要不然，即使分居2年，咱们之间有经济纠纷，这婚你也别想着离。原来他们是在这等着我呢。那套房子是我结婚前爸爸花100万给我买的，初衷就是觉得女孩子无论如何在社会上还是弱势群体，有一个房子加持，能让我更有底气。房子买了过后，周围又是修地铁，又是建小学的，价格直接翻倍。他们老梁家人算盘打到这来了，这是在想屁吃呢？我妈呸了一口，鄙夷着说：“还没到睡觉点呢，你就开始痴人说梦了。再说了，我和孩子爸还喘着气儿呢，谁也甭想在我孩子头上拉屎。”我借着妈妈的话说：“房子你们1分钱都别想，婚前财产公证书上写得清清楚楚，那个房子是我个人的婚前财产，你们别再做梦了，赶紧从我家滚出去。”梁许爹妈还想说些什么，就被我爸连推带搡的往外撵。我爸怒不可遏，对梁许吼：“结婚的时候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会永远呵护他，现在你就是这么兑现你的承诺吗？快点滚出去，别逼着我大嘴巴抽你。”我爸从来都很看重他这个姑爷，甚至有一年过年，梁许都没有问候我爸妈一句。但是爸爸却说他是国家公职人员，忙点很正常，总是告诉我不要动不动就和梁许吵架。我不知道的是，原来爸爸也是如此的护犊子。梁许面对着我爸的质问，一言不发。接着他们全家就这样被我们撵得狼狈地走了。我在妈妈家住得开心，唯一的困扰就是老太婆和她那该死的老公总是来电话骚扰我，问我要房产的1半钱。本来那套房子交通便利，租户不断，但是不想让他们再继续骚扰我。现在打算趁着最近房产市场火热，把它出手，重新做投资。但是突然的冒出来的画面让我暂缓了计划。是那日，我突发奇想，想看一下养在我和梁许房间内的小无毛猫，毛蛋是不是依旧活蹦乱跳。当时这个隐形监控也是为了看小猫它有没有打翻家里的东西，或者偷偷跑出去之类的情况才买的，但是又怕它乱蹦踩坏镜头，所以我安装的非常隐秘，隐秘到除了我其他人都不知道。我打开监控，翻找小猫的踪迹，但是画面中我没有看到小猫，却看见了脸色阴沉沉的老太婆。她在那个不属于我的家里东翻西扬的，似乎是在焦急地找着什么东西。那个房子里面没有现金，金银首饰也被我之前离家的时候都拿走了。很明显，老太婆没有找到她想要的东西。她面色黢黑地瘫在沙发上，会是什么呢？会是什么东西让她这样的焦急呢？我脑海中也拼命搜索，在好奇心驱使下，我翻看起之前的监控画面。好家伙，感情这老太婆在我那个之前的家里也没闲着。就在儿子领女人回家的前一天下午，他妈竟也领来一个。来的那人我化成灰都认得，是那个给我摸脉的老神棍。我恍然大悟，自从我上次在行政大厅拿出那淫乱的影响后，婆婆就不时地来这个房子里翻一翻，就怕也拍到关于她不该拍到的画面。原来老太婆找的是我的隐藏监控呀！我在画面前抿嘴笑了，被我抓到了，
我亲爱的钱婆婆。从监控画面，我看到老太婆把那老神棍带到家里了。起初也只是互相说说彼此生活的不如意，后来渐渐的上手了，再后来画面逐渐不可描述。我在投影银幕前像被人喂了蛆一样恶心，怎么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这么生猛的吗？这一段黄色录像太辣眼睛了，我没看完就赶紧关掉了。真是可笑，他有这么多的技巧，怎么不教教儿子呢？娘两个无话不说，怎么没交流下这个？毕竟他那宝贝儿子梁许可是个5分钟都不到的秒男啊！我庆幸自己那些天出差在外地，没在家，回来就请保洁打扫，并且发现了梁许的猫腻，要不然就该是我每天睡着这张如此高利用率的床了。忽然一下子就理解那个过气女明星前夫烧床垫的花边新闻了，放我身上恨不得连着床一块烧。还好，现在关于那个房子的一切和我没有关系了。这时，叮的短信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打开一看，又是老太婆，又是恒久不变的主题，要钱。好吧，现在连老天爷都帮我。要是再给他机会，就是我的错了。亲爱的婆婆，这回是甜果还是苦果，您就自己承担吧。我聘请了之前工作时接触过的私家侦探，和他一起秘密地跟踪婆婆，观察她的一举一动。我们看到她平时除了和小区院里的老太太嚼舌根，就是回家给老公做饭，只有每周3下午除外。据我所知，他之前和儿子聊天时说过，每周3都会和他那迷信群友聚会祷告，而那个时间恰好是公公固定外出和朋友练习跑步的时间。公公人高马大，酷爱田径，参加过好多老年的田径比赛。我过往恨他们全家恨得不行，根本都没关心过这些时间上的巧合。线下我跟了几个星期，就摸透了老婆婆的规律。她每周3准时会和给我摸脉的老神棍厮混。我婆婆向来抢免费鸡蛋的主，厮混时自然也舍不得花几百块开房，所以他们去的都是免费的地方。除了我原来的那个家，他们最常去的是城郊的森林公园，竟是打野战。我和那个私家侦探都惊了。我们相视对望，心中无数的草泥马奔过。老年人都这么生猛的吗？这他喵的玩得比年轻人都花呀！我冷静下心情，回到家平复情绪，心里已经有了规划。转眼又到了礼拜3，私家侦探告诉我，我那亲爱的老婆婆又打车出发了。我打了个响指，是今天了。飞快地给正在体育场练习田径跑步的公公打电话，告诉他我想清楚了，同意给他们家学区房1半的钱，合同我都准备好，等着他和婆婆签字就能办理过户了。公公被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砸懵了，满口答应下来。他放下我的电话，赶紧联系老太婆。我这公公一直以来将他媳妇的话奉为圣旨。我和梁许没离婚前，她就是和我那前婆婆一个鼻孔出气。现在有了这样的好消息，她必须马上报备。但是这通电话如我想象的一样，老太婆进了林区，没有信号，根本打不通。公公又给我打电话，说没联系到。我装着震惊，忙答道：“不可能呀！我刚刚还看见我妈打车去公园了。爸，我开车拉你去吧，我知道她在哪呢。”公公被喜悦冲昏了头脑，甚至练习田径的钉子鞋都没换，欢欢喜喜地上了我的车，美美地幻想着拿这赖来的钱如何挥霍，连我的车是开往哪里都在意。我接着忽悠他：“爸，之前是我不懂事了，你们以前对我那么好，我不该死死地守着一套冰冷的房子。现在我想通了，留着房子也没有用，
不如孝敬您二老。老头子的嘴咧到了耳朵，恬不知耻地说：“你早就该想通了，早点给我们过户，说不定我和你妈哪天心情好，给你美言几句，重新接纳你回我们老梁家。”我笑了笑，随即将油门踩到底。再和他这种不要脸的人多待1分钟，我都能吐出来。终于到了森林公园，我看到了那个私家侦探，他给我比了一个我们之前就约定好的手势，一切顺利。我也看到了那对在树荫下交叠的身影，我手指着大树下，佯装惊讶：“爸，你快看，我妈好像让人按着地上打呢。”我情绪激动地和公公说：“哎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妈怎么让人揍了？听到自己的媳妇被别人打了，说时迟那时快，真不愧是搞田径的。”老头一下就冲过去了。偷欢的2个人在这场性爱中正值高潮，谁都没有看到边上站着的满脸凶光的公公。老太婆还在享受的哼哼唧唧，和那神棍正颠鸾倒凤，不知天地为何物呢。公公此时气得已经失去了理智，他脱下自己刚才没有来得及换的钉子鞋，猛地推开在老太婆身上做活塞运动的老神棍。终于，老太婆清醒了，看清来人后，吓得脸都没了血色。公公手上的鞋冲他的脸上呼来，钉子鞋下面的尖已经钝了，砸在人脸上，立时就是一个血淋淋大口子。公公此时已经完全疯狂了，本来就是搞体育的，力气就像是用不完似的。其实就算是他手里没拿家伙，也能轻松地把老太婆的骨髓打出来，更别说手还攥着钉子鞋，一直猛砸婆婆的脸。刚开始老太婆还会反抗，不停地求饶：“这是怎么了？你不可能知道我们在这的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再也不敢了。”那真叫一个血肉模糊啊！以至于最后都分不清是人的脸还是一块大血饼了。后来老婆婆已经像是一条死鱼一样不动了，结束了这一切。公公终于将他举起的鞋放下了，怔怔的不知所措。再回过神，他仓皇地逃走了。至于那神棍，他本身就是看中我那前婆婆能免费使用的气质，现在东窗事发，面对5大3粗的公公，哪还管得了他呀？光着腚就跑到了大街上。冷静下来以后，才慢慢地想到报警。警察很快就来了，一起来的还有接到通知的梁许。现场已变成一片血色海洋。梁许这种乖乖的妈宝男，几时受过这么强烈的冲击，直直的就向后晕去。现场目击证人就是那个恰好在这观光散心的私家侦探，证据就是他恰好拍下原本记录风景的视频。视频里公公一下一下凿人的画面异常清晰，案情已经清晰。1天不到，警察就抓住了梁许他爹，破了案。我去警局做笔录的时候，看到了钱公公和梁许，只看到公公一身狼狈，失神落魄，嘴里没有意识地喃喃道：“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”而现在一旁的梁许眼中也无甚生机，他工作上受挫，同事也在背后指指点点，再加上现在爹妈发生了这样的事，让原先意气风发的少年已经被折磨成中年大叔了。他也看到我了，但是没有上前，还是一滩烂泥似的定在椅子上。我从他身边走过，他忽地就抓着我的手腕，我看向曾经亲密无间的爱人，他目中无光，嗫嚅地问我：“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，对吗？你在报复我，对吗？”我如今情绪里只剩下了淡然，也冷静地回答他：“事实警察会调查清楚的，你我多说无益。”我松开他的手，转身就要走，他在后面喊：“明天抽空就把证领了吧，别再互相折磨了。”
我头都没回，流下了一滴泪，不是为梁许，也不是为公婆，只为了这些年受了这么多委屈，还一直隐忍的我自己。最终，我那偷情的前婆婆眼睛被钉子鞋扎瞎了，送到医院，大夫认定其出血过多，神志不清。总结下来就是被打傻了。公公被抓后，如实地交代了案情经过，因为其故意伤害罪，情节严重，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而梁许，他没分到我兜里的1分钱，我们就这样的离婚了。从此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了。在从朋友的口中再听到他的消息时，我正开心地数着那套婚前买的房子的年租金，数钱数得乐呵呵的，仿佛一切都释怀了。爸爸妈妈也松了口气，庆幸自己女儿没有被拖下苦海，一切都在向着好的地方发展。我副业做得风生水起，账户里的钱利滚利的，已经足够我后半生自由自在，不用再重复黄脸婆般日复一日繁重的家务活了。我越来越觉得家庭是一座围城。后来每次参加亲戚朋友的婚礼时，看着大家前仆后继地往婚姻生活里面扎，心中总是不免五味杂陈。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是一场豪赌，付出那么大的精力到家庭中，如遇良人尚好，但是如若没有呢？那婚姻中的爱就成了建在沙滩上的城堡，一阵风，一个浪花，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它击碎。但是此刻的我坦然自在，别人的话语已经不会分毫地动摇我，因为此刻的我已经内心足够强大与豁达。我终于自由了，以后我也不必像上一辈子时时刻刻地否定自己，深陷情绪的囹圄中了。钱是人的胆，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现在我有钱了，可以胆子大了，也可以给我自己、父母更好的生活了。再见了，上一辈子一直折磨我的公婆、妈宝，以后迎接我的将会是光明，是快乐，是追求属于我自己的真爱和自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